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Honda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Z9的长期使用心得。那大家准备好了吗？那我就来跟大家聊聊 Z9的使用心得吧。那我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为什么会来买Z9这台相机哦。我之前使用过最早期使用过有用过 M43的相机，都是小的，也都是无反，一直以来用无反就是我的习惯。中间我有跳过去用 D810，那我就觉得尼康的色彩真的是比较喜欢。我中间也尝试用过 Canon， 也用过 Sony， 但是我觉得尼康色彩才是我比较喜欢的调性，而且对我来讲也好调。它的操作也是我喜欢的，所以在 Z7、Z6 发表之后，我就买一台 Z7，应该说先买一台 Z6，然后再把它更换到 Z7，因为高像素对我来讲还是很方便的，使用上都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拿来拍摄，我选的是1代，然后拿来拍摄，拿来做什么都，我觉得都还蛮好用的。那后来为什么会萌发出想要换 Z9？因为当时已经 Z8 发售，那我也是第一批拿到 Z8 来做拍摄录影的使用者。用完之后，我发觉 Z8 什么都好哦，它就是电池 ，Z8 电池是用的是 D810，然后 Z6-1、Z6-2都是同款的电池。那它从15一直改版 A、B、C 到 C 版是最新版，其实 C 版的电池已经够耐了。但是我在拍影片的过程中，我面临到一个问题是，一颗电池还是不太够用。然后我觉得我出门还是要带很多颗电池，所以我当时在 Z8 跟 Z9 中间一直在纠结。那我觉得我不太想买 Z9，原因是因为觉得方块机大台。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，我以前在用 D810的时候，我发觉我其实都会装手把的部分。那装的手把就是为了要我拍人像的时候支付好拍。我那时候就觉得，如果我买的是 Z8， Z8 的状态下面，它用电池手把会更大一个，比 Z9 还要大一 K。评估了一下，我觉得既然我都想要买 Z8、Z9 了，有在评估了，那我觉得为了这一颗电池 ，Z9 这一颗电池，我觉得可以考虑买，因为这颗电池其实跟他们旗舰机 D4、D5、D6 也都是同一颗。那这个有在改款，这颗电池真的很贵。我以前买 Z8 的电池，15C 或者是15B，大概1800左右以内都可以拿到。那这颗电池基本上是5、6千起跳。这颗电池治好了一个唯一的毛病，就是电池焦虑症。什么叫电池焦虑症？第一个来讲，就是我们出去拍照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说，我有没有充电？我带一颗电池够吗？我今天要拍的主题是什么？我如果今天要拍活动，我一定要多带2至3颗电池才够用。2颗是最基本盘，第3颗是保底，怕等下有什么状况，然后马上拿第3颗出来用。拿Z9来用的时候，我用这颗电池，我不得不称赞它，就算电力剩下1格，我出去拍。剩半个我拍1天，我都觉得还 OK。剩1格可能快接近1天，我没有真的测试过，可是我没有到让我特别一定要换电池，很少。我出去拍活动、拍人像、拍什么，我基本上很少换电池，就1颗电池。但是我还是会多带1颗啦，备用啦。这颗电池绝对够用。就算我今天不够用，我出门，其实我只要把它接上充电器，DB 快充装上去就可以用。它支援65瓦快充。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，除了电池应该说也是电池关系。那接一些商业案拍摄的时候，我今天会把它直接接到电脑上面。所以Z8、Z9最大的差别在于，我以前用Z7拍的时候，一颗电池绝对不够，它耗电耗得非常的快，所以你拍摄一下，可能1个小时你就赶快要换下一颗了。绝对不够用，接上去呢，有时候要读取、要连线，搞得我真的很麻烦。我那时候选择看Z8的时候，我发觉，它有2个 USB-C 的插座，然后我就能够明白它是为了什么。它为了就是你今天一个可以充电，一个可以接到电脑上面，让你来做这样的东西。然后我觉得，好，我能够理解，但是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有人会说，你去接的时候，它不是可以充电吗？因为我们在摄影棚拍，或者是拍一些商业案的时候，我们会拉一条非常长的线，那条线就是 Type C to Type C 的线，它有时候
因为电压的关系，因为传输充电速度上面没有那么快，所以你不用指望说它可以帮你充电充好。那我今天用了Z9之后，我发觉我就算出门，我带一台笔电 C to C 的线接上去，绝对不会有电池焦虑这件问题，所以Z9治好了我的电池焦虑这件事。那我们刚刚聊完电池这件事，我们来聊聊看，我觉得我使用上 Z8 跟 Z9，虽然你控原厂是说Z8跟Z9是同一个感光元件、同一个操作参数、同一个什么东西都全部都同样的哦，只是大小机、旗舰机差别。但是我自己觉得啦 ，Z9 上面还提供了一些 Z8 没有的东西，是我觉得它对焦还比较快一点点，而且追焦的准确度跟积极度好像都比 Z8 快一点。但是这是个人感测哦，官方或者是所有人都没有人讲过这东西，是我自己觉得。我觉得它积极度比 Z8 好很多，然后也不太会挑吼。既然是旗舰机，出了这么多年。它也更新了非常多版本。那更新了非常多版本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每次更新都有一个惊奇的新的相机哦。然后之前大家在哀言说 Z8 怎么都会有那个柔肤的部分，为什么 Z9 没有？那我们看一下过一阵子的更新，我觉得该给的终究还是会给它，还是好用。那我觉得我用起来也很开心。那这是我个人观点，仅次于个人观点哦，没有绝对哦，因为你不要来战哦。我拿到 Z9 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就像是有一点回到以前用8英的时代。你在操作的时候，这边有4个按键可以随时按、随时切、随时转，它的按键数之多，让我觉得很开心。很开心的状态下，就是我们在操作上面可以更加快速的去做一些变化性的操作。原本用 Z6、Z7 的时候，我感觉就少了那么一点点的味道。还有它的快门线的部分也是一样改回以前8英可以用的那种快门线，可以卷进去齁。那它有提供 PC 的闪灯光这边触点，这边多了一个按键。它的这边我就是有更多的选项可以使用，一样是双卡槽。我用 Z8 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在录影的时候面临到一个问题是容易过热，因为它的电池仓跟它的 CFB 的卡还有 SD 卡全部都在这一侧，所以我在用的时候呢，有发现快要接近过热，然后我还是照拍啦。中间有真的过热，可是关掉重开马上就好了。那是Z9完全没有这个问题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跟大家聊完刚刚我使用Z9的这个机器的部分，我们来聊聊看我平常会带出门的镜头群。这边总共有6颗镜头有时候我会带70-200，但是看状况。那基本上我会带出门的就是这6颗。这6颗我先介绍一下，它分别是老蛙的11mm f4.5、Sigma 的16-28、2.8、85、1.4这一颗，老蛙的90 2.8，尼控的2070 2.8，这个码的40 1.4这一颗。那为什么我会出门带这一颗？基本上它可以应付掉我所有拍摄的几乎所有需求哦。那有时候会多带一个长焦视状况，有时候你透过像素的裁切是够用的。那为什么聊一下为什么会带11这一颗？11这一颗是老蛙的镜头，它本身有一卡口跟利卡口。我这手上这一颗是一卡口我透过短接环装上去。会带这一颗的主要原因，它第一个是手动，它虽然不是自动，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拍合照的时候，人很多，可能20、30、40个人以上，现场场地又特别小，或者是你要拍一些厂商都跟你讲，我要拍的有大气、有画面，拍合照要所有人都吃得下来，那其实这一颗11绝对够用。那在拍的时候，就算太广，你把它稍微裁切，透过高像素4000多万的像素裁切，好用哦。再过来是这一颗16-28，你一定问说，老师，我们这边已经有个11，为什么要带个16-28？因为它是自动对焦镜。虽然说它是一卡口的，可是我会用牛耳的这个转接环，把它转上去，接上去就可以使用自动对焦的，而且全程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使用哦。透过这个就是拍活动的时候，你有时候急着要赶快拍广角。有时候拍有张力手动镜头有时候太广不好用的时候，我们就用16-28，也是这种对焦镜头。再过来，我们要先讲的是讲2070这一颗。那2070这一颗也是拍活动的，它就是工作镜头。
它从24到72.8，画质又好，没什么好嫌的。然后它是原生的利口，接上去什么都很棒，什么都很好。而且对我来讲，它可以应付掉我拍活动几乎80%以上所有的画面哦，剩下的可能就超广角，那剩下可能就大光圈。然后再过来就是拍摄85 1.4这一颗 Sigma 的，这颗也是一样一口。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 Sigma 镜头全部都是一口的，就 Sony 一口。那我都是透过转接环转接哦。我会带这一颗是因为有时候你要拍人像，有一点距离，你要拍出很 focus 焦点的人像照片的时候，选择用85就对了。因为选择用85的状态下，你可以拍出很漂亮的景深、前景深的画面，而且很柔的画面。然后你可以把你要拍的主体，不管是主角或什么，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拍下来。那同理可证，为什么是选择41.4？我不得不夸一下这一颗41.4，是1.4这一颗是以前的ART镜，那它的规格是使用以前的电影规格在做的，所以它非常的重，接近1公斤。那1公斤的状态下，你会说老师我们在拍的时候是不是不好用？但事实上没有哦，因为我买这个也是一口的 ，F 口有出啦，但是我不想要转接，我直接就透过一口整体来做。这颗1.4近一点，接近50的焦段，扩一点，接近35的焦段，它介于这中间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用40这个焦段。我当时一直在犹豫，我要买35 1.2跟50 1.2这两颗嘛，后来我决定撒泡尿牛丸，我全部把它拉在一起，给了一颗41.4这一颗。41.4这一颗去拍照的时候，如果要从头打到尾，我一定选择这一颗。这一颗可以从头吃到尾，有1.4大光圈，整体来讲不会有太大问题。你会问说，老师，那中间这一颗老蛙90是多少？这一颗是 Micro 文具镜，有时候你要拍一些小物品的时候，在这时候绝对可以用得上场。那在拍的过程中呢，这么 Micro， 而且它是1:1到2:1都可以拍，哦，动态倍率真的很惊人，你可以到2倍。2倍的状态下，我出门拍，再配合闪光灯、补个光，什么都可以用。那这就是我会出门带的镜头群哦。刚刚跟大家聊那么多利9的长期使用心得，我觉得利9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买，而且现在价格上面不缺货，也价格上也蛮稳定的。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台好的相机，而且你从来没有用过旗舰机，我个人真的推荐买利9。第一个方块机稳好用，在 Sony 也推了旗舰机，他们是比较小台的，可是 Canon 跟 Nikon 还是坚持推方块机。方块机在我们专业商业使用市场上面真的非常需要，尤其是在连拍，还有所谓的稳定性，还有所谓的电池续航度，讲方块机都很棒。聊这么多呢，我们要聊聊看它的缺点。它让我原本的包包群都没办法使用了，不好带出门了。我原本出门带的一个相机包，PD 的20公升，我觉得20公升够用了，就塞下去，大概1机其实2斤紧绷了，而且我要用到所有的使用层。你看这些镜头，把它塞到 PD 上面去，又不希望说它塞得太满，然后没有防护效果。这一层都要利9都要放到最上面，它没办法放在中间，这真的是让我困扰啊！我要带小包包，1机1镜都不好带。就算我带我最小这一颗可以带出门，但是11超广真的不好用。如果在出去拍一般的时候，通常我一般出去拍，如果可以要带1机1镜，真的没办法，我选择带这个，其他部分不会我第一时间考虑。我如果要出门带这么多颗，我现在的包包基本上不堪负荷，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？我后来找到一个新款的包包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款新款包包到底有多好。我终于找到利9包包带这么多组镜头可以带出门的好选择，就是这一款 Wonder 的包包。这款包包是31公升的，那我搭配的是摄影 Pro 的这个内胆的套件，它本身是从11公升到41公升都有。你一定会问老师，你为什么不选41公升的？因为41公升只有黑色，
我个人比较背骨一点，我真的不喜欢纯黑的包包。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如果有别的颜色可以选，我一定会选择别的颜色。那这一款有色是橙色，然后看起来像橘子，我喜欢这个颜色，因为我本身对橘子色就是很喜欢。Wander 的这一款包包，它总共31公升，有5种颜色可以选哦，型格黑、米灰色、爱琴海蓝。还有瓦萨奇绿、萨多纳橙，然后我们这边有个小包包，这个小包包叫达洛尔黄，别的款式有，然后31公升这个没有。然后我当初看到的时候，我就喜欢这个橙色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橙色非常的好看，而且是我爱的那种橘子橙的感觉。我分享给大家看看这一款包包到底有多棒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第一个，这个包包它本身31公升可以装入15寸的 MacBook Pro。然后它旁边有侧开，这个侧开我觉得摄影包真的好用，因为它本身是后拿的，后拿整体来讲是比较安全的，但是这种比较安全的，基本上还是建议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还是要一个侧开，这样可以快速拿我的相机。我如果今天要拍照的时候，我随时随地可以拿。那里面也可以放下15寸的 MacBook Pro， 基本上对我来讲很好用。它上面这边一样可以扩充，这个是有磁吸的哦，我觉得磁吸的用起来很好用，用也蛮舒服的。里面的设计我觉得它真的很合理，它每一个环节，有时候我们在带的时候，一个大台的放在下面，上面会放一些小的。可是放一些小的时候，面临到一个问题是，你这个小的它有时候那个一打开会整个掉出来，所以它这边很贴心的设计一层拉链，要把你拉起来。然后它拉链也不是拉到底，这边有个东西稍微会把你卡住。那卡住的状态下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样子使用上会比较安心，而且它的夹层设计我觉得蛮合理的，然后符合我随时可以变动的需求，所以我Z9也放得进去，70、200也可以放，甚至这么多大的镜头我都可以放，我连闪光灯我都塞在里面。就算你真的不够的时候，它这边打开还有一层勾住了，它本身这个是一个挂钩打开，拉开之后可以再扩充到更大的公升数哦，你看都几乎超过了，把我脸都遮住了。我喜欢这样的设计，有时候我们要带一些出远门要拍摄的东西的时候，会带一些衣服之类的盥洗用具的时候，你会把它放在这上面带出门，长期旅行对我来讲很好用。它的外观真的很时尚，我很少看到有这么漂亮的包包。上次看到这种感觉是我在用 PD 包的时候，PD 包看到的时候，哇哦，真的一点都不像相机包。然后这一款比 PD 包的时尚设计更加的漂亮。我背出去我不讲，你都不知道我背的是摄影包，觉得是我一个登山包，甚至好看设计的包包。对我来说，这样子的使用上就是非常的足够。这边可以扣上去哦。然后把它粘起来，就这样可以挺起来。这里看看，这里可以粘起来。然后它旁边这边也是设计的，可以放三脚架，它底下也是有设计。它本身有给你一个这个挂的，这个可以单独买，然后你可以跳色撞色，然后它可以放在下面这边帮你挂三脚架。那你也可以一些小的三脚架放在这边，这边可以放水。它是设计可以放水的，但是有时候我拿来放三脚架，但也可以放在下面。每一个它的拉链设计这边都有一个防水，甚至可以拉到底。它本身这个材质是防水的，摸起来是舒服的那种材质。这种小细节设计上面真的很多的细节设计，然后可以放的包包的东西也是让我觉得很棒、很舒服。这边也是有一个可以让你放行李箱的这一个部分，放行李箱挂上去就可以弄了。然后它还有一个重点是背起来，我这么多的设备，我通常背出门背久，我真的觉得好累。可是它的设计让我背起来没有什么负重感，就算再重，本身包包也不会太重，然后防护性又好，然后背起来又轻松，又可以放笔电，甚至设计时尚感满满的一个东西。然后这些小包呢，基本上都可以挂到上面去哦。我们把它挂起来看看。然后我们把它装上去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包可以装在上面，下面也可以装。那我只有装一个。我喜欢它这些颜色的跳色，设计起来有质感，而且好看好带，甚至带出去跟人家装包机会非常的小。我觉得这些小包也是可以另外装在上面，当做一些小配件放在里面。它本身也可以当做一个背包使用哦。那背包使用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挂起来，挂在旁边，然后就可以当做一个小包出门带。然后这小包包有3个尺寸哦，从 S、M
到 L 的尺寸哦。对我来讲，如果你今天只是单纯要出门，你不会带太多东西的话，你用这个小包其实很好用。如果你出门想要带一个小相机的话，像是Leica Q 啊，或是一些现在很流行的X100，其实带这个包包也可以装得下。啊，你如果出门有时候带皮包、带一堆手机、带一些配件跟充电的电池的时候，你其实带这个包会更不错。我最近都流行出门带这个包哦，这个包真的很好用哦。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后，然后我们实际来把它装进去看看哦。有了这款包包，我真的出门对我来讲方便了许多。我个人推荐给大家看哦，这么棒的包包，而且又这么时尚，带出门又好看，跟厂商要了一个折扣码，那我们放在下面哦。即日起到5月份，你都有9折的优惠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赶快到他们官网去买哦。那我们今天Z9跟这个包包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还要分享哦。感谢各位，拜拜。